阿姨，真好，不能看奶奶，看奶奶，我的手好软。对啊，你这么可爱呀！看奶奶，看奶奶，哎，是不是胖了呀？胖了4斤。哦，刚睡醒，有点闹觉。没事啊，没事了。哎，你看，顾大姐，刘叔叔，大家都别放弃希望，你们放心，你们的孩子一定会找到的。你看，我们这不找着了吗？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加油，一定会找着的啊！会的，相信。哎呀，真乖，看我瞧瞧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们有一个新朋友，给我们分享他的故事。来，大家好，我叫平娇，我是7岁被拐的，我的养父母就是为了要一个弟弟，才把我拐回来的。我长大以后，我就一直想跑出去，想要自力更生，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但没想到又一次被拐了，还差点失去了性命。还好，现在我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，他们对我都特别好。真好。你是说，你12岁就被拐卖了呀？阿姨，我是7岁被拐的。哦，对，7岁。哎呀，7岁到现在，这么多年了，你都回来了，真好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一定不要失去希望，我们都会回家的。冉冉说的对，阿姨，我就是要坚持，坚持下去。对，一定要坚持。对，都会回家的。来抱抱，来，长辈抱抱，哎，乖。哦，对了，平娇还给我们带了她当地的特产，很多东西呢，说要给我们尝尝。对，这些都是我爸爸妈妈亲手种的，大家尝尝先，都是纯绿色无公害的呢。辛苦了，我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们好，你们是要找保姆吗？哎呀，这宝贝儿啊，真乖呀！哎呀，这个有这睫毛这么长的，哎呀，这好乖呀！
白白净净的。真难得遇到一个小光不排斥的陌生人。哎呀，我带过好多孩子，所以孩子自然跟我亲。大姐，您当保姆多久了？干了很多年了，出月子的孩子1岁到5岁我都带过。月子里的可不成，那得是月嫂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。那您今天来这是？哦，我上一家的孩子爸爸到外省工作了，这不他们也想让我过去，在灵山习惯了，我不想过去，所以重新来找工作。哦，你看，这是我的简历，还有这是我上一家啊。这家人都挺好的，就是夫人有些挑剔，可就是跟我投缘。这我一干呢4年多，孩子突然一走，我还真舍不得。大姐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来这儿呢是来找保姆的，可是在家政公司没找到合适的。您看您跟我的孩子这么投缘，能不能帮帮我们？可以啊。我这不也在找工作呢吗？我跟这孩子有眼缘，可以啊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咱们去家政公司登记一下。这个家政公司抽成不少，你们出的多，我拿的又少，咱们都不合适。你看，这个难得遇到一个小光不排斥的阿姨，要不咱们先试用阿姨几天？这样，我们让阿姨把身份证放在咱们这儿。我留个底，这是我身份证，你看。要不咱先回去试几天？行。那今天阿姨你就先跟我们回去试试吧。行，好好好，给你们啊。好的好的，走吧。好的，对啊。哦，宝贝。你好，请问你要买什么？我看看。腿怎么样？伤筋动骨100天，疼啊！之前你说的那个洋彩。他没说过，我也没问过。口音？听口音好像是西南这边的人。你就没见过他的朋友和家人吗？没有。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该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？警官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不该问的从来不问。那他长什么样子，你总知道吧？知道，这个当然知道。说得出来吗？说得出来，说得出来。黄川的描述很准确，我们给多个当事人都看过画像，他们都说这就是红衣。尹副主任已经联系了各地公安和看守所，就目前情况来看，红衣仍然在逃。
单凭这个画像，也是大海捞针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缩小搜索范围，还是得从黄川那边入手。毕竟跟他一起生活那么多年，哪有不露破绽的？我再去审一下黄川。你确定这个就是弘毅的真实样貌吗？对，就是他，他就是华成辉，我也记得。警官，你们抓到他了吗？你跟弘毅一起生活过，你对他的生活习性有什么了解吗？生活习惯就那样，像我们这种人，整天在外边跑跑颠颠的，还得躲警察，哪来的什么像样生活？那他平时爱吃什么？警官，你问这些有用吗？哪有那么多废话？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。哎，好。只要赚了钱啊，他肯定出去吃一顿红烧肉。都在哪儿吃啊？不固定。他说，小时候没钱，现在有钱了，要把林山所有店里的红烧肉都吃个遍。那除了吃之外，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？爱好。对了，他喜欢买金首饰。说起来也怪，平时啊他不喜欢打扮，但只要一赚了钱，总是背着我买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，而且还不少。有几次我摸他衣服里边的口袋，发现几张发票，这上边有什么金手镯、金耳坠什么的，我就问他：“你个老婆子买这些东西干嘛？”结果他跟我急了。那你见过他戴这些首饰吗？没有，一次也没有。我也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。那你刚提到那个发票，你有印象这些金首饰都是在哪儿买的吗？这我还真不记得了，但肯定是在林山的商场里买的。邓主任，洪一曾对我说过一句话：我习惯于林山，我不想过去。他一定还在这儿。阿姨，这边都是我们的一些耳饰，像您短头发呀，戴出来特别好看。我们看这边吧，黄金，你看你喜欢哪款？这款呀，阿姨，我就说你眼光好吧，这款呀，在我们店里卖的特别好。来，看。这手镯吗？这款呀，粗的。阿姨，不瞒您说，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才给我妈妈拿了一款，我妈呀喜欢的不得了呢。这边还有，这个，这款吗？装上。这边还有，我们再看，就这些吧。这些啊，好嘞，这些啊都是您挑的，您看一下，你喜欢哪一款呢？我戴着合适哈。合适，您要相信您自己的眼光。结账。这些您都要了吗？你不是说我戴着合适吗？就是这个人，1个月之前在一家金饰店购买了大量的金饰。我跟店员也确认过了，说这个人的相貌跟弘毅的画像基本相似。所以起码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：弘毅1个月前还在林山。黄川也曾在各个金店等过弘毅，但都没碰见过他。等黄川躲到灵山郊区没多久，这个人就出现了，就从这里排查，多注意老年人安去的场所。
把1号监控放大，看他手上那个塑料袋。那上面写了什么？连都山超。这是一个超市的塑料袋，里边装的都是生活用品。有没有可能，红姨一直就藏在金店和这个超市的范围之内？主任，占你时间吃个东西。这个附近的小区我们都走访过了，就是没有人见过这个老太太。哎，有没有可能红姨她压根儿就不住在这儿啊？刚才那个金店的店员给我们的照片，我觉得呀，咱们得换一种搜查方式了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个红姨她品味还真不错，她挑中的款式都挺有设计感的。你也这么觉得吧？黄川他跟我们说过，这个红姨啊，她是一个50多岁的人，她买这些首饰是为了保值。那你说为了保值的话，她大可以去买一些金条啊、金币之类的，为什么要买设计感这么强的首饰呢？那难道是她还有别的目的？就是说她不只是为了存钱或者保值买这些金饰？对，她应该给我们的外在形象和她本人的形象是有很大出入的。她很擅长伪装，所以我们要设想一下。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很有安全感、很放松的时候，这红衣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像我们这种人，整天在外边跑跑颠颠的，还得躲警察，哪来的什么像样生活？说起来也怪，平时啊，他不喜欢打扮，但只要一赚了钱，总是背着我买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。咱那声挺粗的，咱哪知道那是男是女？我们跟这个红姨隔空打了20年交道了，这个人狡猾善变，琢磨不定。我就问他，你个老婆子买这些东西干嘛？主任，您看什么呢？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高档小区啊？我知道他去哪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有些事儿需要您配合一下。啊，好。照片上这个人您见过吗？看着有点眼熟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冯雅文，黄女士，她长得吧就跟你这个照片上的人有点像。她呀是我们这个 VIP 客户，每次来呢就会做一些面部的护理，消费还挺高呢。你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？好，谢谢。姐，那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为你安排不是美白护理啊。好，哎。终于见面了，红姨。
枉的。我去过你们的住所，这份 DNA 检测报告说，黄川住所收集到的部分毛发 DNA 和你的 DNA 高度匹配。是啊，我承认我认识他，可我恨他，我根本不想提他，我根本不想待在他身边。他说了，只要我走，他就把我杀了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我一个女的，我啥事儿都得听他的，要不然他就打我，我也是受害者。黄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你们一起拐了孩子，而且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。哎呦，拐卖孩子，这怎么可能？警察同志，你不要冤枉我呀！我就是做做饭、收拾屋子，其他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有个疑问，你看起来那么有钱，你钱从哪儿来的？攒的呀。攒的。住那么高档的小区，去美容院，穿那么高档的成衣，你告诉我，做哪个行业能攒那么多钱？你这钱从哪儿来的？我打这么多年的工，还做一些投资。投资啊？什么投资能赚这么多钱？您教教我。您别告诉我是炒黄金的，这就是你20多年来拐孩子的赃款。黄川可都说了，你把所有的钱都给卷走了。胡说，放屁！这本来就是我的钱。哎，那你就是承认和黄川一起做事了？哎呀，我没有跟他一起做事儿。他是挣完钱分给我的，他具体干什么，他也没有说，我也没问。你拐走了多少孩子，毁了多少家庭？你别以为在这装疯卖傻就能蒙混过关。你不要冤枉我呀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呀？怎么不相信我呀？我什么都没做。这红衣什么都不认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黄川身上。早就想到了，像他这种老人贩子，如果不拿一些证据确凿的东西来撬动他的话，他会一直耗下去。主要是我们现在对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从哪儿来，家里情况怎么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现在我们有红衣的照片，我已经让局里同志帮忙去协助调查，查清楚这个红衣。包括一些 DNA 采集库里有没有相似的信息。主任，黎明县打拐办有消息了。哎，他们辖区有一个叫洪金凤的中年妇女，相貌跟红衣很像。临平那边通过当地派出所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，没想到是咱们灵山看守所民警接的电话。那个叫洪金凤的女人，就是红姨。没错。临平县就是红衣的老家，她的真名叫洪金凤，1958年生，家里5口人，除了她父母还有2个弟弟。洪金凤10几岁就离开家外出打工，很少回家。她的家人在95年搬去外地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能联系上她家人吗？尹副主任已经在调查了。这么说，我们现在算是找到嫌疑人的原住址。行，你带人去一趟红衣老家。让老尹联系一下他的家人。好。听之前管这一片的老民警说，这家人在几10年前就搬走了，老屋子就这么一直空着，从没见人来过。明白。前面就是洪金凤家。嗯。这边。没想到红衣小时候还是个好学生啊。佳佳，你看看这个。
有什么发现？全家福，没有洪金凤的全家福。这个洪金凤也挺可怜的，拍全家福不带她，还得住在厨房里。不过，既然是全家福，他们搬家的时候为什么不把照片带走呢？可能忘记了。照片放在这么明显的位置，就这么忘带了？那就是说，这张全家福是被人故意放在这个房间的，因为有人想看着他们。这么说的话，他一直没有离开。这个家平时有人来打扫吗？没有。这张全家福拍摄于1970年，洪金凤才12岁。不管背后发生了什么，这事对她的刺激应该不小，不然也不会一直留着这张照片。而且，等搜查令下来，你多带几个人过去，应该还有其他线索。哎呦，可算回来了！导演辛苦了。哎呀，没你们辛苦。查得怎么样？见到他家人了吗？我跑到祖国的大北方，总算找到他的家里人了。他的父母已经离世了，我见到他弟弟了。问出什么了？我给他看了洪金凤的照片，他跟我说啊，照片上那个人不是他姐姐，他说他姐姐已经死了。怎么会死了？这兄弟俩各说各的，看来这家人啊是不想认他。这样的话，想确认红衣的身份就更难了。虽然是这样，也不是不能定他的罪，还可以找一个人。孙律师，得麻烦您帮我们辨认一下，一会儿进来的人当中，您看看有没有当年拐走小光那个假保姆。时间过了那么久，容貌肯定是有些变化，一下子认不出来也很正常。你就想一想，他有没有什么口音或者小动作之类的？时至今日，他的意思也好，我都清清楚楚的。就算是变成灰，我也认得他。把人带进来。什么事？不乖呀，大成睫毛，白白净净、肉乎的呀，宝贝儿啊，真乖呀，什么都能干，真可爱。你们是找保姆吗？我带过好多孩子，所以孩子自然跟我习惯也明显。我不想过去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他把我的假包卖到哪去了？就是他！孙律师，你冷静点，相信我们警方。您再确认一下，是6号吗？小光，小光，警察同志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那些坏事儿是黄川干的，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呀？洪金凤，1998年9月18号那天你在干什么1998年，我怎么知道我那天我干什么了呀？我要知道我干什么，那我可就神了。那段时间你在别人家里做保姆吧？是啊，我是做过保姆。那我再提醒你一点，
你在一个律师家里做保姆，抱走了他们家一个小男孩，对吧？没有，我绝对没干过这事儿。律师已经指认你了，说就是你。啊，他说我是，那我就是啊。那他要是认错人了呢？哎呀，我是个老老实实的好保姆，真的，我从来就没干过那种事儿。警察同志，你应该比我清楚，说话要有证据，你可不能诬陷好人呐。我真的没干那些事儿。你看看你对这照片上面的人有没有印象？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这是你父母和你的兄弟，你不认识他？那你不认识，你为什么会留着这张照片呢？该不会是说这张照片能够让你不忘记曾经自己经历过的一切，所以你才一直保留到现在吧？洪金凤，我们的人已经去过了临平县鸭路村，也见到了你的家人。你们联系上他们了？我们联系上了你弟弟。那他怎么说我呀？他说你啊，早就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是。那个洪金凤早就死了。洪金凤啊，你是不是特别恨你的父母？你恨他们重男轻女，从来都没有公正的对待过你。你恨他们，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做女儿一样去看待，没有把你当做他们的孩子一样去看待。所以你把你的这些恨全部都用来报复在这些孩子身上。你拐走了那么多孩子，你让他们失去家庭，失去他们人生，你毁了多少家庭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洪金凤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了，但是光有黄川的供词、孙律师的指认还不够，现在缺少关键性证据。这样，严磊跟艾欣再去一趟洪家老宅，再看看还有没有新的发现。好。好。怎么样？袁磊，这可能就是红衣买的那批黄金，但是黄金下面压着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些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儿童衣物，经过核对，跟多起拐卖案件有关。从新旧程度判断，他作案时间有很大的跨度。这些衣服的时间间隔，差不多有30年。另外，这些服装有明显的本地特征，说明他活动范围就在南界及周边。除了儿童服装，我们还在现场发现大量黄金首饰。结合之前审讯黄川得到的线索，
洪金凤每次拐卖得逞后，会用赃款购买黄金首饰，但她自己并不穿戴，而是和被害者衣物放在一起，再储藏起来。这种行为很反常，可以看出洪金凤拐卖孩子的行为让她体验到了满足感。她收藏的这些衣物是她的战利品。变态心理。针对这个特点，我们调了金属探测器，在老屋及周边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探测。现在共发现服装43件，以及相同数量的黄金首饰。这么说，有43个受害者？可能不止，现在调查还没有结束，他可能还有其他的窝点。洪金凤审得怎么样？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，洪金凤只负责拐，后续环节他不插手。他一共只承认3起案件。他目前还不知道我们的发现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条线索也许可以帮我们找到那些孩子。在省公安机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下，灵山市打拐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开展侦查工作。黄川、洪金凤相继被抓获，是我市打拐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里程碑。红一线了。左伟说。找不到我吧？你躲得真好。吃饭了，好了吧？来，吃饭。快来尝尝今天爸做的是番茄炒蛋和糖醋里脊，好香啊，闻着。好，谢谢。不错。吃饭。到这儿去。谢谢哈。晶晶，行哈，啊，不客气哈，多吃点，来，多吃点。二大妈，是白秀晶，我们的姑娘白秀晶。
金鸡。金鸡。妈，我是晶晶。那个人个咋哟？不可能。你想做一个什么人？照亮他人，在黑夜里闪灯。勇敢的人，那一种身份。不变的是心中真诚。终于长成了这样的人，每一个数字都无悔于青春，为爱心疼，为奇迹而精神，不辜负执着的眼神。像牵马河流，它一直走，坚定了眼眸，我举起手，苍蓝的温柔，一刻就是永久，认定了现在就不回头。时光的问候，随它去留，总有人站在时光等候，拥抱着岁月，它绝对不会远走。就像我的心，它永不会生锈。苍蓝色的心，它永